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同样都是女将军，赵丽颖和周也一对比，差别就出来了。在近几年的国产古装剧市场中，女将军这一形象已经成为热门标签。观众对她们的期待不只是外表上的飒爽英姿，更在于能否在荧幕上呈现出一种上阵杀敌、热血守疆的信念感。可同样都是女将军，赵丽颖与周也在观众心目中的表现却有着天壤之别。背景对比，从《楚乔传》到《锦月如歌》。要聊这个话题，我们得先回到2017年，《楚乔传》在当年可谓是现象级的存在。赵丽颖饰演的楚乔一出场，便以坚韧的眼神和凌厉的动作征服了无数观众。那时的赵丽颖还不到30岁，身材娇小，却在剧中硬生生演出了一种战场老兵的气场。她的楚乔不完美，她会狼狈，会受伤，但正是这种真实感，让观众相信她是真正从尸山血海中走出来的女将军。反观周也在《锦月如歌》中的表现，虽然同样是女将军的人设，外形条件也并不差，甚至天生带着一丝英气，但剧中的何晏更多时候只是穿着闪亮的盔甲，做几个英姿飒爽的摆拍，然后便投入到与男主的情感戏中。战场的狠劲与将军的肃杀之气，几乎很难在他的表演中捕捉到。角色塑造的核心差异，信念感的缺失。赵丽颖版的女将军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，她能通过细节传递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信念感。比如楚乔在沙场上高举旗帜，嘶吼着将士们，我要带你们回家的那一幕，眼神里是坚定，声音里是决绝，哪怕隔着屏幕都能让人感到一股热血沸腾的冲击。而周也饰演的何晏，战场场景大多依赖武替完成，他本人的镜头集中在一些精致的特写与情感交流上，他的眼神更多时候是柔和的，甚至带着少女的羞涩，这与观众心中女将军的狠劲显然不符。角色内核的理解，赵丽颖在《楚乔传》里是将女将军当成一种精神象征来演的，她明白这个角色的灵魂不是单纯的英姿飒爽，而是经历背叛、磨难、牺牲后的坚韧与果敢。这种内核是从台词到动作，从微表情到身体语言全方位传递出来的。而周也的何晏更多像是穿着盔甲的恋爱剧女主，编剧和导演的处理让她失去了应有的成长线。她不是在战火中淬炼出来的将军，而是一个随时需要男主保护的挂件，这让观众很难带入她的身份，也难以产生情感共鸣。观众与网友的评价，在网络平台上对于两人的对比讨论相当热烈。我们可以从弹幕、短评、长评中总结出几个主流观点。对赵丽颖的认可，赵丽颖演的楚乔真的是我心中女将军的天花板，狠、飒、有灵魂。那句我要带你们回家，至今都是我古装剧最燃的瞬间。小个子也能有大气场，这就是演员的功力。双引号。对周也的失望，长得确实英气，可惜了，演出来完全没有杀气。这哪是女将军啊，就是穿着盔甲谈恋爱的小公主。打仗靠武替，情感戏太多，剧组到底想拍啥？双引号。对创作团队的质疑，原著是女频文，非要改成大男主戏，女主的高光全给男主了。导演可能真的不懂女将军的魅力在哪里，挂羊头卖狗肉，这样的改编注定糊。双引号。这些声音并不仅仅是针对演员个人，而是对整个创作逻辑的质疑。观众能接受演员的成长过程，但不能接受角色内核被彻底抹去。行业与市场角度的剖析，从影视市场来看，女将军题材其实具备很高的爆款潜质。首先，
这类角色天然带有女性力量觉醒的意味，符合当下观众的审美趋势。其次，战场戏与情感戏的结合能拓宽观众群体，既能吸引喜欢热血故事的观众，也能满足磕 CP 党的需求。然而，成功的前提是女将军必须有说服力。如果只是在外形上满足盔甲、武器的元素，而缺乏动作戏的真实感和心理层面的深度刻画，那么这种角色就会变成摆设，很容易被观众嘲讽为花拳绣腿。赵丽颖的成功在于，她不仅突破了身材上的限制，还在表演中植入了情绪的重量感。她的楚乔在打斗时会喘息、会受伤、会流汗，这些细节让角色真实可信。而周野版的何燕则因为表演方式和剧本走向的双重局限，被塑造成一个美则美矣却无锋芒的形象。为什么差距会这么大？综合来看，差距主要体现在3方面。创作定位不同，赵丽颖当年的《楚乔传》就是以女主为核心的成长史诗，而《锦月如歌》显然是大男主叙事。演员准备不同，赵丽颖为角色做了大量体能与动作训练，而周野的战场戏则多靠替身和后期处理。表演深度不同，赵丽颖懂得将人物的信念与情绪融入动作，而周野更像是在完成导演安排的姿势。网友的延伸讨论，有网友提出一个有趣的观点：现在的年轻演员在接女将军这种角色时，往往会陷入一个误区，把英姿飒爽简单理解为外形帅气，而忽略了由内而外的气场塑造。结果就是，我们看到了很多盔甲光鲜、发型精致的女将军，但很少能看到眼神里带着血与火的狠劲。也有人认为，这不仅是演员的问题，更是整个行业对女性力量理解的偏差。很多创作团队在女性角色的塑造上依然保守，觉得女主的感情线必须浓烈，甚至可以压过她的事业线。这种思路下，女将军就很容易变成披着军装的恋爱脑。结语：女将军不是摆拍出来的。赵丽颖与周野的对比，不仅仅是2位演员的差距，更是2种创作理念的差距。赵丽颖的楚乔让人记住的不是她有多漂亮，而是她在风沙中拼死高举旗帜的那一刻。周野的何燕虽然外形条件不差，但如果缺乏内核与信念的支撑，观众记住的也只能是她的美貌，而不是她的角色。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未来的女将军们如果不能真正走进战场，进入角色的灵魂，即便盔甲再华丽，也只是空壳。